好，欢迎收看《台湾假套套》，我是石小倩。今天呢，我们的节目呢要带您去古都台南享用一下经典美食。其实，在台南啊，有一种面是别的地方可能都吃不到的哦，它是非常特殊的一种小吃哦。那么它是用鱼肉做成的手工鱼面。那么这种啊，完全就是靠功夫才能擀出来的鱼面呢，其实它不仅清甜，而且爽口，而且呀，每一口都还吃得到鱼肉的香味。那么还有啊，店家他熬煮的这个汤头哦，它居然啊是采用了欧式的煮法。怎么说呢？它不只用这个大骨头来做熬煮哦，还包括了像是用苹果啦，还有蔬果，很多的蔬菜都加进去熬煮了。所以啊，只能说啊，老板的用心技术呢，简直就是爆表啦。台南最有名的小吃到底是哪一味？意面、棺材板、米糕，还是这一碗面？这碗面是面非面啊，乍吃之下以为是面，其实它是鱼，那是台湾国宝啊，只有台南有而已。没错，这种绝无仅有的鱼面，别的地方想吃还吃不到呢。清甜柔韧的鱼面，香气十足，配上大有学问的汤头或肥而不油的肉燥饭，保证让人再三回味。就是台南市里面啊，我们朋友里面啊，还有包括我自己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一家的鱼面。主要是搞工啦，我看伊拢来这，我看伊拢现做的啊，阮是拢现做现烫，阮现食安尼啊，我是感觉你上好食。现做现煮的新鲜鱼面，不仅制作复杂，每一个细节还要很用心。今天老板决定一手不留，大方公开美味鱼面的独门秘技。使用全鱼浆制作的鱼面，选自口感细致的狗母鱼，而且不添加任何面粉。在鱼浆中加入盐巴，就是老板将鱼浆变成面条的秘密武器。你看鱼肉还没有开始加盐巴的时候是这样松松散散的，所以这没办法擀。那加了盐巴以后哈，我们利用盐巴的特性，它的性质哈，它是脱水跟凝结。充分的搓揉均匀之后，鱼浆还要被虐待一下才会好吃呢。摔打是一方面要把它的筋度哈带出来，因为一方面是要把它的主汁打散，然后再结合在一起。确认鱼浆凝结之后，还要送进冰箱发酵一段时间，接着就可以开始擀平喽。其实这才是真正考验功夫的开始呢。不同于一般人用木棍擀面，老板居然拿出酒瓶哎！酒瓶是它的材质是玻璃的，玻璃没有毛细孔，比较不容易粘黏。擀面的时候，老板坚持酒瓶一定要悬空，这样力量才会平衡，而且还要从不同的方向和不同的角度去擀哦。好，让它呈放射线状的时候，它比较能够带出它的弹性。擀成厚度适中的面皮之后，只见老板仿佛机器一样切出宽度一致的面条，独门的鱼面终于大功告成。这个时候，前台的老板娘只需要将鱼面稍微的烫熟，撒点肉丝，配上爽口的海苔和白菜，就是一碗爽韧又清甜的手工鱼面。鱼面的部分就很弹牙哦，也很 Q 嘛，那也味道也很鲜美这样子。主要就是说，它给我感觉里面就是吃起来会有鱼的味道，就好像在吃那个鱼肉那种感觉。除了鱼面制作辛苦，老板熬汤的食材啊也多到让人大吃一惊，全部摊在桌上，包括了骨头、蔬菜和水果，夯不啷当就有8种，让人不得不佩服老板的用心啊！我这比较取向于欧式的汤法，因为我们鱼面本身就是清甜的了，日式的汤法比较海鲜趋向海鲜类的甜度，那跟我们鱼肉的我们鱼面这个鱼饺、鱼翅这个产品。它会冲突。不加任何味素的汤头，需要慢慢熬煮2个小时，期间还要小心看着食材呢。因为熬的时候那个高丽菜最容易烂，它就要先把它捞起来。要去除骨头的腥味，老板也有小 撇步哦。个人我是使用了花椒去腥味，大部分的台湾人都是用姜去去腥。但是其实花椒的作用更大，集各种精华于一身的高汤，呈现甘醇的淡黄色，浓而不稠，鲜甜顺口。它的汤头很鲜甜啊，很自然，很原始，很健康的感觉。因为都无黑味素的，一切拢靠因的蔬菜、大骨，甲鸡骨因的控迄个汤头，甲一寡
水果啦、苹果啦，甲迄类的咧控，食迄到地，我袂咧负担啊。而汤里头的配料，则是可以选择店家自己制作的鱼饺，或者是市面上难得少见的鱼册，这制作起来也是要有真功夫的呢。看老板娘的菜刀利落地刮下了少许的鱼浆，往回挤压，只要2秒，波浪形的鱼册皮立刻现形。而且里面还要再包入猪肉和芹菜哦。它里面一定要包芹菜，就是那个芹菜的香气会带出它的那个口感出来。尤其是那个鱼册啊，鱼册汤的话哈，吃起来很香，食材啊也感觉到好像比一般的更好啊，那个味道更浓。好吃的当然不止这些，老板亲自卤的肉燥也是一绝。选用台湾本地的猪3层肉，加入蒜头慢炒，逼出油脂。这时还要关成小火，趁猪肉冷缩的时候倒入酱油。还有余温的时候，酱油一倒下去的时候，它会整个完全冷掉，然后就会先吸收酱油的味道和它的那个色泽。之后只要放入红葱头酥和糖，慢慢熬煮入味，一锅色香味俱全的肉燥就足以让人吃下好几碗饭。因为我嘛足挑剔的人啊，伊肉色伊食有弹性，然后足大角，啊来了来熟到差不多安尼，啊所以你咧食的内底有咧肉呢，咱个油脂拢走出来，像咧肉呢，啊肉呢咱咧加一下，咱咧食上就会咱。短啊 ，QQ 啊呢。不怕诀窍被学走的老板，可是非常欢迎大家来讨教哦。如果你也想做出美味的鱼面，或只是单纯想品尝的话，欢迎来找大方的老板哦。其实啊，在台南啊，还有一种面啊，也是很受大家欢迎的，而且呢，它几乎可以和台南这2个字啊画上等号，那么就是鳝鱼意面啦。那么我们要介绍的这间店呢，其实它啊就是台南的第1间发明出鳝鱼意面的店家。那么从开店到现在啊，已经有将近100年的历史喽。那么老板呢，他就靠着这27秒的快炒绝活，就把鳝鱼处理的香脆爽口，而且再加上他自己调配的4种独门的醋酱哦，以及呢他自己亲自炸的意面，让许多的台南啊回到家乡，其实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赶快来这边吃一下鳝鱼面。距今100年以前，沙卡里巴内就一直隐藏着一摊台南人最引以为傲的特色小吃。鲜美的鱼肉配上软 Q 的面条，它就是府城的代名词鳝鱼意面。对啊，我从外地回台南呢，就一定会回来吃，因为习惯了，从小就是喜欢吃鳝鱼意面，那就是道地的台南菜嘛。所以行李还没有放下就赶过来吃。对对对。哎，我们是住在那个 LA， 美国洛杉矶，然后我们每一年回来一定要来斯咖喱吧，因为我们在这边土生土长。让台南人千千念念的在地美食，不说你还不知道，原来这家店就是府城第1家鳝鱼意面店。不同于其他店家直接购买现成的面，廖老板的意面不只请厂商特别制作，还全部都自己亲手炸呢。一般人外口咧卖迄个现成的面哦，一两差不多拢，那以阮的标准，拢加起来拢它比别人都多加1倍。这个意面哦，就是那个炸起来的香味哦，比较香，比较浓啊。刚做好的意面，鸡蛋味特别的浓郁，经过老板梳理，卷成适当大小，还要摆着让它发酵一阵子，让它那个品质好一点。然后它刚做好的时候哈，它会让它发酵一下。啊，发酵就是把那个发酵那个它升空它促进人家把它发酵掉啊，然后这个面就成那个顺其自然，打开人家喝掉。发酵好的面团放入100度高温的油锅，双面油炸。老板说，面要炸的酥香，除了选用猪油之外，起锅的时间也很重要。看它的那个面哦，呈那个金黄色啊，最重要就是要闻它的香味，看那个香味有没有出来，香味不出来就等于0。好不容易炸完的面条，还要先送入滚水煮熟，接着鳝鱼就可以登场喽。只见老板拿出鳝鱼，利落地划上几刀，抓一把葱蒜辣椒，切的时候连看都不用看一眼，就知道老板的功力。不过好戏还在后头呢，
热锅爆香之后，老板独门的27秒热炒鳝鱼秀精彩登场。加入老板自己特调的4种醋，27秒的美味飨宴就可以起锅喽。而且不多不少，刚刚好就是27秒呢。27秒，迄就是讲吼，咱咧炒鳝鱼拄只，咱有看到迄个葱啊，就是青的，啊洋葱白，高丽菜也是白，啊番仔姜是红色的。咱卖炒时有迄个红青白，所谓叫做青天白肉丸子吼。伊即个物件就是其实就是色香味俱全。鳝鱼它快炒的话很脆，那个酸酸甜甜的味道，就是台南人喜欢吃的口味。那个鳝鱼啊，就是它吃起来很嫩，然后很鲜甜，而且就是还有脆脆的口感，就非常的好吃。配上 Q 弹有嚼劲的意面，一口咬下最过瘾了。因为意面它跟那个普通的那个面条不太一样，它的面那个面比较 Q， 所以那个鳝鱼面最适合用意面吃，用那个普通的面我觉得不太好。老板说，鳝鱼意面好吃的原因，除了是他亲自手工调味，还要归功于4瓶独门调配的醋酱呢。醋的工具买回来2万刀，一定要放到1年，让它沉淀发酵。经过1年后，你看阮的醋就香，有香感。扛起近100年老招牌的，当然不只有鳝鱼意面，另一样台南小吃的代表棺材板，号称老店的第2天王。棺材板是台南特色小吃啊，然后来这边一定要吃。将厚片吐司放入高温油锅炸到金黄，接着沿着4边轻轻一切，掀开盖子，倒入浓稠的综合浓汤，就是香气诱人的道地小吃。它的皮炸得很酥脆，而且料也很多，很实在，而且它的汤就是勾芡的不会非常浓稠，而且就非常的好入口，很好吃。老板的用心不仅为他吸引了客人，也让他与不少艺人结为朋友。朴实的老店虽然没有美丽的装潢，却靠着对食材的坚持，继续在沙卡里巴写下100年传奇。鱼面和鳝鱼意面之后啊，在广告回来，我们还要介绍您非常经典的台南小吃哦。那么这一家啊，它可是选用了北巴鱼来做成浮水鱼羹。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台湾假套套的节目现场，其实一般呢，我们在吃鱼羹哦，一般都是吃这个虱目鱼啦，或是土托鱼居多。不过啊，这一家店它可是用这肉质比较细嫩，而且啊成本比较高的北巴鱼。那么不止如此呢，其实它去掉的这鱼骨，还会把它炖成鱼羹汤，让整碗鱼羹汤啊，其实都充满了鱼香味。那么也成为台南不可不吃的经典美食哦。美味羹汤，汤头浓而不腻，脆爽鱼羹，每一口都吃得到新鲜的鱼肉。台南人从小吃到大的美食，经典的滋味令人魂牵梦萦。我来最佳消费拢爱2碗，我吃久啊呢，我吃20、30档有啊。台湾的只有台南有这种美食啊，我吃给你看，好好吃哦。令台南人诚心推荐的浮水鱼羹，当然跟别家很不一样。不同于一般人选用虱目鱼，欧老板用成本比较高的北巴鱼做鱼羹。鱼吧本身较油啊，比较细嫩啊，哎呀，靠那个口感。长达35到45公分的北巴鱼，比手背还要粗。为了要展现真材实料，老板更直接在店里上演现煮现做的鱼羹秀，不止让客人大开眼界，也可以吃得安心。老板每天这个鱼羹啊，跟那个米粉啊，都是每天现场在制作。经过这里会有一个想要再来吃的感觉。经过大刀一切分解鱼肉之后，欧老板会保留营养丰富的鱼皮，而且在切好的块状鱼肉中加入老板的秘密武器鸭蛋。因为鸭卵伊本身较有性啊，较有迄个效果啊。是安尼啊，所以爱淡鸭卵较有迄个效果。接着加入深海鱼浆做成鱼羹，为了不破坏鱼肉的组织，欧老板用手轻柔搅拌。一般一压啦，就是一般一压这个的
对手工的力道，就是这个才有效果，压下去那一个。搅拌完的鱼浆绵密柔软，抓起一把捏成适当的大小，再放入锅中，等待热水一滚，鱼羹就纷纷的浮起来，而这就是浮水鱼羹的命名由来。因家已经炒个球会好食，互人吃了会煞嘴，吃了会个想要吃。好吃是它的料很实在，一般我在台南吃的话，没有说这种口味这样子。所以我固定的话，每一次的话都是到这个地方来吃这样。弹口的鱼羹，当然还要配上清甜的羹汤才是完美的组合。欧老板的羹汤除了用鱼骨熬煮，还会加入冰糖呢。做鱼羹的时候，较少人咧用冰糖啦，因为就是会较清甜啊。等羹汤煮到滚沸，勾芡的太白粉水必须要迅速的倒入，配合老板的快手搅拌，才能够达到浓而不腻。就是讲你的火熬。甲速度无配合，伊就会结高啊。所以做起来是属于爱美的啊，你袂使有可能说吃起来好像类似有去吃到硬块。舀起一碗浮水鱼羹，撒上大把的葱花，坚持了70年的老味道，让人吃了赞不绝口，甚至吸引北部人专程南下来吃。它的味道比较适合我们台北人吃，因为有时候台南或是高雄的东西比较甜，我们台北人比较不喜欢那种味道。它的味道非常清很适合我们那种台北过来下来，也会很喜欢。他说当天现做现卖，不会有隔夜的，所以呢，我每天来吃都是最新鲜的。你可以试试看嘛，你看这么 Q。来这里吃鱼羹的客人，当然也不会忘记要来上一盘口感极佳、香气四溢的肉燥米粉。米粉它也有它很特殊的那个，因为它不油腻淡。那尤其在这个夏天里面的话，吃起来很适合我们的口味，这样子不会很油腻性的。好吃的肉燥米粉，关键在于选用肉质较有弹性的猪后腿，以大火热炒逼出油脂，而且炒出来的油也不浪费哦。我拢算扣加的油起来炒米粉，捞起猪油，加入自制的油葱酥和蒜头酥，要炒出香味。诀窍就是不能急。肉燥的步骤它要慢慢来，它才有那个香气，爆香啊，要一段时间嘛。就是慢慢的小火，让成功爆出那个香味。炒好的肉燥加水勾芡，酱汁变成琥珀色，另一头的主角米粉就可以拌着猪燥油下锅炒到入味。以全米制造的米粉，韧中带黏，耐嚼又顺口，淋上独门的肉燥，滋味令人难以忘怀。米不会更贵，你这边的地方的米粉呢可能会更贵，而那米粉呢，因为都是纯手工的，所以很好吃。年轻人来吃也不要紧，老大人来吃也袂更贵，所以真好吃。我们今天特地从板桥下来，然后吃这家米粉，就北部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米粉，它主要就是非常细。现在就是我同学和朋友，他们不吃米粉都很喜欢吃。如果这样吃还不够，用新鲜春鱼做成的鲜鱼饼，清甜爽口，也是不错的点心。位在赤坎楼正对面的台南老味道，因为老板对食材的坚持和用心，一卖就超过了半个世纪，让浓浓的古早味像这一碗碗的羹汤一样，稠到化不开。热食吃完了，广告回来，我们要带您去吃甜点，还有冰品。那么这是南部人特有的，也就是姜糖番茄。休息一下，我们马上回来。回到台湾讲好节目现场，其实夏天到了，大家应该都很想吃冰清凉一下。但是你知道台南人他们除了冰以外还会吃一种甜点哦。那么就是将这个新鲜的番茄再沾上咸咸的海山酱。这种姜糖番茄呢，其实它不仅吃起来甜咸交错，口味很特别，而且对健康也很好哦。那么因此吸引了许多的女性顾客。而且在这一间店，它还有这个八宝冰。以及呢，这个芒果冰，其实这些都是夏季非常热卖的商品哦。现在就赶快跟着我们的镜头去消暑一下吧。
很多人不知道台南人的经典甜点，原来是一盘现切的新鲜番茄，沾上独特的海山酱，这种甜甜咸咸的滋味就是架杠南部吃法哦。沾这种酱是南部独特的东西，因为其实在外县不会有这样的东西。对，有机会来台南一定要来吃吃看。姜糖番茄要好吃，蘸酱一定要对味。在糯米做成的浓稠蘸酱中，加入姜泥和甘草粉，就是老板的独家配方。酱汁的话，我是觉得台南大部分都是用砂糖，那他们家就是没有砂糖这样子，比较看不到，不会那么甜，那比较辣啦，在口感上，那甘草就是有那个中药的味道，吃起来就是还蛮爽口的。海参酱中微辣的口味来自于老板选用老姜打成泥，它不只可以提升整体的风味，对人体也很健康哦。老姜跟那个新疆的效果差就多啦。老姜还当促进血液循环啦，个增强免疫系统。配上红中带绿的半熟番茄，滋味咸咸甜甜，让吃过的人都说赞。他们家的番茄就是很新鲜，然后有挑过，不像外面烂烂的。来台南不吃姜糖番茄怎么行呢？赞！如果嫌天气太热，老板的招牌八宝豆花冰更是少不了的消暑圣品。一盘豆花，8种配料，仿佛鲜艳的水彩盘。分量还蛮多的，而且它的配料很丰富。那本身再加上那个豆花绵密的话，这样子搭配起来，我觉得是绝配。所有配料坚持亲手制作，就是客人死忠的原因。吃起来绵密的豆花可是超高纲哎！不只要选用上好的黄豆，光是浸豆就要依不同的季节决定时间。夏天它的5-6点钟，那冬天来7-8点钟，因为浸好软，较会磨出较有汁。你若无过浸的时磨出来袂有汁。这泡。好不容易浸好的黄豆，这下就要送入机器。加入适量的水，磨成豆浆，而且水量的大小也会影响豆花的口感。你若水较强的时会较粗，你若要较油的时水更较细酸。磨好的豆浆还要送入第2台机器脱水去豆渣，才可以送去煮。要变成豆花，还得加入天然的凝结剂。要做的时爱用那个盐卤，加的番薯粉，较会坚较会绵密。锅仔拢放那个石膏粉。至于煮到什么程度，放入凝结剂才能让豆花好吃，这可是要依据老板的老经验哦。上小的冲落去豆花内底会气泡，温度不高，冲落去豆花袂熟，它80度左右安尼。这是咱老祖宗的智慧啊。凝结的豆花散发浓郁豆香，吃下一口软嫩香绵，让人着迷。觉得他们豆花很绵密，然后吃起来非常有黄豆的味道。豆花呢，口感非常的绵密，然后就是吃下去又不会太甜，就是老板娘自己他们独特发明的，在外面吃不到这样的口感。配上老板亲自熬煮的8种配料，料多味美，而且其中的小汤圆还是现点现煮哦。因为那个汤圆煮了起来伤久冰用了会单定去，所以你那种时间不要那么长。好吃的关键当然少不了淋上几匙老板独门熬制的糖水，甘醇香甜的滋味搭上豆花就是绝配。阮种糖果是用2种糖啦，一种红糖、乌糖，安尼起来较芳。红糖的咱补血，黑糖退火。怕热的人也可以来上一碗分量十足的芒果冰。黄澄澄的芒果，仿佛夏日的太阳，让人感到热情又明亮。这一家的芒果冰啊，它有3种芒果，不像别地方的芒果都只有一种口味而已。它有台农1号啊，然后爱文啊跟金鹏3种，然后吃起来有很多丰富的口感，然后变成说，像我们如果在北部吃的话，大概1碗都要150-200块。这边其实很超值，很划算。不止芒果给的超大方，老板娘的芒果冰还会附上一杯新鲜芒果酱，让整盘冰满满都是浓郁的芒果香。冰的话，就是有时候我们吃水果冰啊，就是到底的时候都没有酱汁，可能它附上一杯，就可以让你一边吃就可以，就是一直享有那种吃冰的那种很爽快的口感。炎炎夏日，不知道该如何消暑吗？下一次不妨来试试看台南人的清凉冰品，保证让你暑气全消。
今天我们的节目呢，介绍了这么多的台南美食，你是不是也很想要去台南放松一下，顺便享受美食呢？如果呢想要知道更多的资讯，也欢迎您可以上爱尔达官网查询。我是石小倩，感谢您今天的收看，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，我们下周再会了，拜拜。